我该跟朱寿走吗？他真的不后悔？他始终是皇帝，走到哪里，他还是皇帝，而我，你干嘛打我啊？我就打你这个贱人！你怎么样？你个小贱人！你凭什么跟我抢皇上？谁跟你抢啊？我从来就没有跟你抢过。皇上都说要许你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朱寿怎么说，我管不着。你别太得意了，有太后给我撑腰，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你以为皇上说要你就要你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妄想，你做梦。没有皇太后撑腰，你是永远得不到皇上，永远得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你凭什么跟我抢？你为什么要跟我抢皇上啊？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？你不要这样。自我出娘胎以来，就从没人跟我抢过什么。嫁给皇上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抢走的，绝对不会输给你的。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，你配得上皇上吗？你跟他匹配吗？你只是一个妓女，一个妓女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妓女，我不是，我只是在妓院长大的。在别人的眼里，你就是个妓女。皇上娶个妓女能幸福吗？他只是一时冲动，玩玩你罢了。过几天他就会把你打入冷宫，永远让你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当然要说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凭什么跟我争？你用一辈子的痛苦跟我来争，你值得吗？你值得吗？芊芊，你终于来了，我都急死了，快走吧。不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为什么？你会后悔的，我也会后悔的。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你怎么又犹豫了呢？哎呀，先上船再说吧。啊！你不能一时冲动，连你的江山都不要了，回去当你的皇上吧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宁可不要江山，只要你啊。朱寿，你是个好皇上，我不可以害你，这样天下的人都会骂我的。芊芊，我好不容易下了决心，请你不要再动摇我了，好吗？早晚你都会动摇的。我们的身份悬殊那么大，不会幸福的。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自卑啊？以前你是那么活泼，那么开朗，这么信心十足，为什么一下子都不见了呢？你以前也不是皇上，为什么现在变成皇上了？我怎么可能是以前的芊芊？你又怎么可能是以前的朱寿？芊芊，不管我的身份变成什么样子，我还是我，还是以前的朱寿。我们快走啊！不，我不能跟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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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芊芊，芊芊！
解你的心情。龙大哥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早就说过，朱寿是你痛苦的根源。可是，他也让我高兴过，生气过，打过。他是我懂事以来唯一喜欢过的人，是我唯一喜欢过的人。罗大哥，你说我真的比不上林家荣吗？不，他根本无法跟你比。你说实话，你不要讨我开心嘛。我说的是实话。你就像天上的月亮，皎洁可爱。可是他连你身边的星星都配不上。可是太后为什么？太后有太后的用心。我知道我配不上朱寿，他高高在上，而我……可是反过来说，他也配不上你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我们不相配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喜欢上朱寿，注定要痛苦。龙大哥，我好想回老家，我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你真的放得下吗？如果你真能放得下，我倒会替你高兴的。我可以，我相信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吗？拿下去。万岁爷，您就用点膳吧。这已经说过了，拿下去，拿下去。可是，你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这龙体要紧啊！叫你拿下去你就拿下去，啰嗦什么东西啊？好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万岁爷，这儿女私情事小啊，您不能这样折磨您的龙体啊！出去，别烦朕了。万岁爷，出去！万岁爷，赣南王守仁巡抚有密函回来，请万岁爷过目。八怪啊，你说谁回来的密函？哦，赣南王守仁巡抚。你真糊涂，我早说呢。奴才看万岁爷心烦，所以。
果然不出朕所料。王巡抚怎么说啊？别问了，快传秦中玉。遵旨。皇上要派微臣到赣南。王巡抚势单力薄，乏人呼应，朕要你前去协助他，务必将那宁亲王谋反的证据彻底掌握，不得有半点疏失。是，微臣遵旨。不过，秦侍郎，你是不是想问，在众臣之中，朕为何偏偏选择于你？是。朝臣众多，但能取信于朕的又有几人呢？更何况，这是机密要务，朕不得不小心行事。这件差事，只有劳烦于你了。皇上如此信任微臣，微臣实在心中有愧。皇上，快请起。微臣谬承皇上错爱，这番拯救微臣于生死边缘，如今又委以大任，微臣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，好。未知皇上要微臣何时动身？此事不宜耽搁，越快越好。就在明天吧。是。为了能有一个人去照顾你，朕想派史书才与你一同前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一切听从皇上吩咐。好，就这么决定。什么？你要和书呆去赣南呐？是就是嘛，叫什么叫你？书呆啊，赣南在哪里呀？赣南呐？啊，赣南就是赣南吧？哎呀，算我没问了。二娘啊，反正很远就是了。这个死皇帝，明摆着欺负我嘛！先说呢要娶芊芊，害我空欢喜一场，现在又让钟玉去赣南，我要和你一起去啊！你去干什么吗？我去到那边是做事的，没时间陪你啊。那起码我可以看到你嘛！我要去嘛！二娘啊，这是秘密任务，连我都不能去。你要去啊，那就是抗旨，要杀头的，是不是啊，淑才？就是啊，其实我也很舍不得彩琴姑娘，但是呢，想到能为了朝廷效命，只能忍一忍了。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嘛。这个死皇帝，臭皇帝，猪皇帝！哎，你骂够了没有你啊？骂得这么过瘾呢，要杀头的。哎，芊芊呢？啊，去哪里了？啊，爹，芊芊把自己关在房里一整天了，谁都不理。哎呀，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不行，我要去看看他。哦。芊芊，芊芊，芊芊啊，你开门呐！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是秦伯，我是你爹。开门呐，芊芊，芊芊，开门呐！芊芊，没事，没事，坚强点，坚强点。爹，你真的明天就要走了？路途遥远，又没有我们在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不怕，有书才陪我，没问题的。爹，我
我跟姐姐还有娘，我们会彼此照顾，你放心。爹不放心的是你呀，所以有2句话要跟你说。爹，你放心了，我已经想通了。还说想通？把自己关在房里就叫想通了吗？芊芊，有句成语“其大非偶”，意思你懂吗？我懂，猪头教过我，意思就是说，一起长大的人不适合结为夫妻。不是。还有别的解释方法吗？其大非偶的意思就是说，或许我这么说你比较容易明白。就拿你跟皇上来当个例子，你跟皇上的身份地位、名望实在相差过于悬殊，就算是婚配，勉强在一起，将来也不会幸福的。芊芊，爹这样说，你明白了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我还是配不上皇上。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啊！我恨死这句话了，我恨死这句话了，我恨死这句乖。怎么又轮到你哭了？人舍不得你们。我又不是去死，有什么好哭的嘛？人家伤心嘛，人家伤心伤的心都在流血。刚才给你整理衣服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想哭，我是尽忍着，免得浪费眼泪，忍得我好辛苦好了，先放开我，我都喘不过气了嘛。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啊。答应你什么？答应我把这一桌子菜吃光啊！哎呀，好香啊！哎呀，怪不得我一进门就闻到一阵香味了。原来你为我煮了这么多好东西吃啊！这是我亲自为你做的宵夜，你一定要吃光。金花，你的厨艺真是越来越好啊！怎么又哭了？你越是夸我，我心里越难过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你明天就要走了，就不能吃到我为你做的菜了。金花，说句老实话，你对我真的好好哦。你现在才觉得会不会晚一点了？明天你就要走了嘞。我走了还会回来吗？谁知道哪年哪月啊？很快，不会太久。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。我现在不是尽在吃你煮的东西吗？不是这个嘛。你要答应我。你快快回来娶我。说这些话干什么呢，金花？我们都几十岁的人了，像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干嘛一定要结婚呢？不嘛，我要你娶我嘛！我刘金花从来没有想过要嫁人呢，而且我这一辈子
只有对你秦钟玉一个人动过真情啊！你要娶我，要娶我嘛！哦，等我回来再说。你同意啦？哎呀，没想到我秦钟玉几十岁的人还要娶老婆，许巍又年轻漂亮的还好说，娶了金华你还真是，哎呀！你个死鬼啦！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万岁爷，您这样烦恼也不是办法。依奴才之见，要请千金姑娘进宫。朕不想再逼他，他存心逃避朕，再给他压力，只会让他更难过。可是万岁爷，林家荣林姑娘求见。不见。朕说过了，不见就是不见。谁说不见呢？太后，奴才叩见太后娘娘。平身。谢太后。皇儿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，见到哀家也不请安。母后不是常说自家人不必多礼吗？你，儿臣的婚姻大事都由母后做主，母后说的话，儿臣又岂敢不听？孩儿听话，母后当然高兴。嘉荣，你进来吧。皇上万福。这儿没你们的事儿，都下去吧。是。皇儿，哀家就不打搅你们了。你们两个快成夫妻了，好好聊聊。皇上，您日理万机，一定很累了吧？来，我给您捶捶背。不用。皇上，我都快成为你的妻子了，你怎么对我还这么冷淡？皇上，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妓女芊芊呢？为什么要叫她妓女？她本来就是妓女嘛。给朕闭嘴！皇上，芊芊那个讨厌鬼，是不是还在缠着你啊？那个死贱人阴魂不散，还缠着皇上不放，难怪皇上对我这么冷淡。这个死芊芊！哎呀，你不要回扬州了啦！我想通了，我不想留在京城里。你想通了，才应该留在京城啊！我要离开这个伤心地，你懂不懂啊？哎呦，芊芊，娘懂啊。可是你想想看，他不是个一般的男人呢，他是皇帝耶。万一哪一天他要是对那个嘉荣不感兴趣了，回过头来找你，可是你不在，你这不是丢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？哎呦，娘，你在说什么嘛？你根本就不懂。哎呦，我怎么不懂嘛？你不要那样固执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你留在京城，我回去。哎呦，这又何必呢？放开我！你个臭贱人！小姐，小姐，你骂谁啊你？我就骂他！明知道我跟皇上快成亲了，你还缠着他不放，你不要脸呐！哎，大家凭本事吃饭，你撒什么野啊？你再敢骂我女儿半句，我扯烂你的狗嘴啊！娘，小姐，好啊，你们俩等着，等我成了皇后以后啊，我叫你们不得好死啊！小姐，你放开我！小姐走吧。好，你们等着！
娘，哎呀，芊芊啊，他这样骂你，你就听着，你哑巴啦！哼，这个死皇帝，你真是瞎了眼了！这林家荣什么货色呀？疯狗一只嘛！娘，干嘛？哎呦！嘉荣，你跟那些下三滥的硬碰硬的吵，能吵得过吗？而且啊，还有失我们的身份。我真是想骂那个贱人一顿，好让他知难而退。谁知道反被那个臭婆娘骂了。哎呀，他们都是妓院的人，你能吵得过人家吗？可是芊芊那个贱人，她……好了，你放心，这些人呐，要的是钱，有了钱就好打发了。来，到这儿。哎呦，这一大早搞什么鬼了啦？送礼来的送礼啊？这不是秦府吗？哎呦，终于差人给我带礼物来啦！好漂亮的丝绸哎！这是林府林夫人差我们送来的。林夫人啊，林夫人说了，这是见面礼。林夫人呢，想跟芊芊的娘聊聊天。哪个林夫人呐？哎呀，好了，先抬吧，慢一点啊！哎呦，果然是他们，看他们搞什么鬼！来，请坐。想喝点什么？这儿什么都有。哎呀，不必了，我很忙的。我是林夫人，请问怎么称呼呀？我当然也是夫人了，叫我秦夫人吧。客官楼上请。原来是秦夫人呐。哎，我相公秦钟玉在朝廷红得很呢，不比你那个什么大学士差。是啊，我听晋贵提起过，前一阵子的会试弊案，秦大人可是出尽了风头啊！哎呀，我们废话少说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昨儿个小女冒犯了秦夫人，这些小小的礼物算是给夫人赔罪吧。嘉荣，还不向秦夫人说声对不起。嘉荣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刘金花啊，就是吃软不吃硬。算了，我走了。秦夫人，请再多坐一会儿。干嘛？这里啊有100两的银票，请你收下吧。给我啊？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如果你让芊芊离开京城的话，价钱我们还可以再谈。你想收买我呀？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啊！你也知道，皇上很快就要跟嘉荣完婚了，你的芊芊已经出局了。我很同情你的芊芊，一点好处都没捞到。与其留在京城里失望，还不如拿点银子回到老家去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你说对吗？那我就拿着。哎呦，芊芊呐，娘，你在高兴什么？我就想啊，咱们还是回扬州的好啊。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赞成我回扬州了？哎呀，我想啊，与其在京城失望，倒不如拿了银子回老家快快乐乐过日子呢。娘啊，你说什么？拿什么银子？我提银子了吗？你老实说，林家荣的娘跟你说了什么？
没说什么娘，啊。我是你女儿哎，看你说谎看了18年了，你有没有说谎？当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芊芊啊，皇帝啊也未必能离开嘉荣啊。林夫人就想收买我们，只要我们回扬州啊，她就你收了人家多少？没多少啊，没多少是多少啊？一点点啦，一点点是多少嘛100两啊。我才不相信，100两就可以收买你。那只是定金啦，后面就源源不断的。娘啊，我是要离开京城，但也不必被人家收买啊。哎呀，芊芊呐，不要白不要嘛。娘啊，我不要人家瞧不起我们，该是我们的我们拿，不该是我们的我们也不要拿。你放心，你后半辈子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哎，送到门口的钱不要，你死脑筋啊你！哎呦，好，随你啦。老板娘，哎呀，怎么会是你呀？是啊，好一阵子不见了，你好吗？啊，好，还好。来，先喝杯茶吧。谢谢。芊芊姑娘，怎么想得起来今天来看我呢？我是来告诉你，我要搬回扬州了。哦，这么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有点舍不得我走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，对吗？老板娘，我走之前，你可不可以坦白告诉我实话？我能告诉你什么吗？你还是那么铁石心肠，你越看我心碎，看我失望，也不愿意透露半点口风吗？不是这样的。那你快点把事实告诉我。事实是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。还是不愿意告诉我？好吧，那我也不要再逼你了。我走了。我知道，我这么一走，我的身世将永远成为一个谜。我永远是个野种，一个没有人要的野种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种。芊芊姑娘，我走了。芊芊姑娘，芊芊姑娘，芊芊姑娘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芊芊姑娘。我不准你再难过了，以后也不准。你这么伤心难过，我会心疼的。知不知道你父母是谁，有什么差别吗？要弄清楚，你的身世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我要你活得快快乐乐的，就好像以前那个活活泼泼、开开心心的芊芊一样。答应我，不要再难过了，好吗？
来，来呀！你干嘛？干来呀！喂，我叫朱厚照，这位姑娘是芊芊姑娘，天地为证，我对芊芊姑娘是认真的、真心的，我要娶她为妻，永不变心。哎呀，别闹了！这样你总该相信我了吧？讨厌了！我娶定你啦！哎呀！你终于来了，我来是要把银票还给你。怎么你就走了？这可是我特地为你饯行的酒菜，感激你能回扬州。你要是不吃的话，那就太不赏脸了吧。来，我们今天吃过这一顿之后，从前的恩恩怨怨就一笔勾销了。我敬你一杯。嗯。你肯离开京城，又不要我们家的银子，是不是你还想回来啊？回不回来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会跟你争皇上的。其实你想争也是白费力气罢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今天不要谈这些好吗？好好好，我知道，你听了这些以后心里很不舒服。这一杯，我敬你们。我祝你们白头偕老。这酒。你醒啦？你其实刚才我就可以动手了，但
是我很想看看你痛苦的表情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在你脸上打上几个记号，让你永远变成丑八怪。你卑鄙！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会回扬州吗？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不再勾引皇上？你放屁！林家荣，你真是个小人！等你变成丑八怪以后，我看你还怎么勾引皇上！林家荣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早就想出这口恶气了。小贱人，你到底是想要左边，还是想要右边呢？啊？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放开，放开！当我一踏进家门，我就感觉怪怪的。当你坐在客厅等着 TV， 你眉头上的皱纹，你一直在深呼吸，告诉我今晚我要小心。我不明白什么事又让你发飙，是不是这一次你能好好讲？两个人什么事可以好好商量？多下的 baby， 我差一点变得 crazy， 从爱的陷阱里 save me， 带给我新的生命。哦，真的多下的 baby， 从今天我的爱清醒，要快去勇敢的追击这世界上的美丽。可是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把我赶出家，叫我最好滚到天涯海角。光着脚丫两船脚，站在狂风暴雨下，竟然没有风的计程车。